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堪称喜剧艺术瑰宝的书籍《莫里埃喜剧六种》。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埃，他是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的创建者，其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莫里埃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却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戏剧事业。在当时，戏剧演员的地位并不高，甚至受到教会的打压。但莫里埃凭借着对喜剧的热爱和非凡的才华，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角色。他的作品针砭时弊，幽默风趣，既能让人捧腹大笑，又能引发深刻的思考。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读莫里埃喜剧六种呢？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我们常常被各种压力和烦恼所困扰，而莫里埃的喜剧就像是一剂良药，能够让我们在欢笑中释放压力，在幽默中洞察人性。他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更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和对人性的细密洞察。阅读这本书，你将开启一段充满欢笑与思考的奇妙旅程，它将拓宽你的视野，让你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和生活。让我们先从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始。曾经有一位年轻人，他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和虚伪的家庭中，每天都感到无比的压抑和痛苦。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莫里埃的喜剧，被其中精彩的情节和深刻的内涵所吸引。在阅读的过程中，他发现莫里埃笔下的人物和他生活中遇到的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些被讽刺的虚伪、自私、贪婪等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也屡见不鲜。于是，他开始以喜剧的方式看待生活中的问题，逐渐学会了用幽默化解矛盾，用理智面对困境。最终，他成功地摆脱了家庭的束缚，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莫里埃的喜剧具有强大的力量，它能够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深入莫里埃喜剧六种的世界，领略其中的魅力。可笑的女孩子。可笑的女孩子是莫里埃的早期作品之一，讲述了两位贵族青年为了追求两位自称有才华、有品味的女子马德龙和卡豆，而假扮成学究和卫士的故事。这两位女子沉迷于浪漫文学，对爱情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她们对追求者的要求极其苛刻，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这部作品深刻地讽刺了当时法国社会上流行的矫揉造作、附庸风雅的风气。莫里埃通过塑造马德龙和卡豆这两个可笑的人物形象，揭示了人们在追求所谓的品味和时尚时，往往会陷入一种盲目模仿、脱离实际的怪圈。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并非出于真正的理解和欣赏，而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这种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虚荣的表现。从逻辑上看，莫里埃先是将马德龙和卡豆的种种可笑行为一一展现，如他们对学究和卫士的挑剔，他们对浪漫爱情的幻想等，然后通过两位贵族青年的巧妙伪装，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暴露了自己的愚蠢和虚伪。这种情节安排既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又能让观众在欢笑中深刻地认识到这种不良风气的荒谬之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运用可笑的女孩子中的讽刺手法来批判那些盲目跟风、追求虚荣的行为。比如，在时尚界，有些人不顾自身条件，盲目追求名牌和潮流，结果却适得其反。我们可以用幽默的方式对这些行为进行讽刺，让人们意识到真正的时尚应该是基于自身特点和个性，而不是盲目的模仿。阅读可笑的女孩子能够让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外界的虚浮之风所迷惑。它提醒我们要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各种潮流和时尚，不要被虚荣心所左右。同时，这部作品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才华和品味不是靠炫耀和模仿得来的，而是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积累才能获得。他们把学究想象成一个怪物，一个可怕的东西；他们把卫士想象成一个粗鲁的人，一个野蛮人。这句话生动地展现了马德龙和卡豆对追求者的偏见和误解，也反映了他们对浪漫爱情的错误认知。太太学堂。太太学堂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喜剧，故事围绕着阿诺夫和他的妻子安涅斯展开。阿诺夫是一个极端专制、保守的丈夫，他试图将妻子安涅斯培养成一个完全服从于他的太太。他将安涅斯关在修道院里，不让她接触外界的一切事物，只教她一些他认为有用的知识。然而，安涅斯在机缘巧合下结识了年轻男子赫拉斯，并与他相爱，最终在朋友克里央特的帮助下，成功地摆脱了阿诺夫的束缚。这部作品的核心是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批判。莫里埃通过阿诺夫这个人物形象，深刻地揭示了封建专制对个人自由的压制和对人性的扭曲。阿诺夫的行为代表了一种极端的男权主义思想，他认为妻子只是他的附属品，可以随意的控制和管理。从逻辑上讲，莫里埃先是将阿诺夫的专制行为展现得淋漓尽致，如他对阿涅斯的严格控制，对他与外界接触的禁止等。然后，通过阿涅斯与赫拉斯的爱情故事，展现了人性的觉醒和对自由的渴望。最后，在克里央特的帮助下，
阿涅斯成功的摆脱了阿诺夫的束缚，这象征着封建专制思想的失败和人性解放的胜利。在现代社会，虽然封建专制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但类似的专制思想仍然存在。比如，在一些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控制过于严格，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发展。我们可以运用太太学堂中的思想来批判这种行为，倡导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阅读太太学堂能够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封建专制思想的危害性，激发我们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它提醒我们要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和权利，不要试图去控制他人。同时，这部作品也让我们明白，爱情是自由的，任何试图压抑和控制爱情的行为都是违背人性的。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太太的，而是变成太太的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也反映了莫里埃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和关注。伪君子，伪君子是莫里埃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也是世界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故事的主人公达尔丢夫是一个伪装成虔诚的宗教信徒的骗子，他以宗教为幌子，欺骗了奥尔公一家。他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却是一个贪婪、自私、虚伪的家伙。他先是欺骗了奥尔公的妻子埃尔密尔，然后又试图霸占奥尔公的女儿玛丽亚娜，甚至还想夺取奥尔公的财产。这部作品是对宗教伪善的辛辣讽刺。莫里埃通过达尔丢夫这个人物形象，深刻地揭露了宗教界存在的虚伪和腐败现象。达尔丢夫的伪装并非偶然，而是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在17世纪的法国，宗教势力强大，一些人利用宗教信仰来谋取私利，他们的行为严重地损害了宗教的纯洁性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从逻辑上看，莫里埃先是将达尔丢夫的伪善行为逐步揭露，如他对埃尔密尔的诱惑、对玛丽亚娜的逼迫、对奥尔公财产的觊觎等，然后通过奥尔公一家人的反应，展现了人们对宗教伪善的愤怒和谴责。最后，在国王的干预下，达尔丢夫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象征着正义的胜利和宗教伪善的失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运用伪君子中的批判精神来揭露和批判各种形式的伪善行为。比如，在一些企业中，有些领导表面上关心员工，实际上却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我们可以用幽默的方式对这些行为进行讽刺，让人们看清他们的真面目。阅读伪君子能够让我们提高警惕，不被伪善的人所欺骗。它提醒我们要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各种事物，不要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同时，这部作品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信仰是纯洁的，任何利用信仰来谋取私利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一个人仅可以装模作样，然而最终他还是会露出马脚。这句话揭示了伪善者的本质，也给了我们识别伪善者的启示。唐璜是一部充满争议的作品。主人公唐璜是一个风流成性、玩世不恭的贵族公子，他以追求女性为乐，不择手段的欺骗和玩弄他们的感情。他无视道德和伦理的约束，一味的追求享乐和刺激。然而，他的行为最终给他带来了悲惨的结局。这部作品对传统的道德观念提出了挑战。莫里埃通过唐璜这个人物形象，探讨了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相对性。唐璜的行为虽然违背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但他却有着自己的逻辑和理由。他认为人生苦短，应该及时行乐，不受任何约束。从逻辑上讲，莫里埃先是将唐璜的种种荒唐行为展现出来，如他对女性的欺骗、对道德伦理的蔑视等，然后通过唐璜与其他人物的互动，如与他的仆人与被他欺骗的女性等，展现了不同的人对道德和伦理的不同看法。最后，唐璜的悲惨结局似乎在告诉人们，违背道德和伦理的行为最终会受到惩罚。在现代社会，我们也可以运用唐璜中的思想来探讨一些道德和伦理问题。比如，在一些关于性解放的讨论中，有些人认为性行为是个人自由，不应受到道德和伦理的约束。我们可以运用唐璜中的观点来思考这个问题，探讨道德和伦理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和价值。阅读唐璜能够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人性的复杂性和道德的相对性。它提醒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各种问题，不要被传统的道德观念所束缚。同时，这部作品也让我们明白，任何行为都有其后果。我们应该在追求自由和享乐的同时，也要考虑到道德和伦理的约束。世上的一切都是虚妄的，只有爱情才是真实的。这句话反映了唐璜对爱情的独特理解，也体现了莫里埃对爱情和人性的思考。吝啬鬼的主人公阿巴贡是一个极度贪婪和吝啬的人，他为了积累财富，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他对金钱的热爱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他的行为不仅给自己带来了痛苦，也给身边的人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这部作品是对贪婪和吝啬的强烈批判。莫里埃通过阿巴贡这个人物形象，深刻地揭示了贪婪和吝啬对人性的扭曲和对社会的危害。阿巴贡的行为代表了一种极端的物质主义思想，他认为金钱是万能的，可以买到一切。从逻辑上看，莫里埃先是将阿巴贡的贪婪和吝啬行为一一展现，如他对子女婚事的干涉、对仆人的苛刻、对财富的贪婪等，然后通过阿巴贡与其他人物的互动，如与他的子女、与他的仆人等，
展现了贪婪和吝啬对家庭关系和人际关系的破坏。最后，阿巴贡的悲惨结局似乎在告诉人们，贪婪和吝啬最终会导致自我毁灭。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用吝啬鬼中的思想来批判各种形式的贪婪和吝啬行为。比如，在一些企业中，有些领导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牺牲员工的利益。我们可以用幽默的方式对这些行为进行讽刺，让人们意识到贪婪和吝啬的危害性。阅读吝啬鬼能够让我们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它提醒我们要以理性的态度看待金钱和财富，不要被贪婪和吝啬所支配。同时，这部作品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幸福不是建立在金钱和财富之上，而是来自于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内心的满足。一个人越有钱，就越是一毛不拔。这句话揭示了贪婪和吝啬的本质，也反映了莫里埃对人性弱点的洞察。贵人迷的主人公鲁尔丹是一个一心想成为贵族的资产阶级人士，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学习各种贵族礼仪和技能。然而，他的行为却显得十分滑稽和可笑，他总是弄巧成拙，闹出许多笑话。这部作品讽刺了当时法国社会上的贵族崇拜现象。莫里埃通过鲁尔丹这个人物形象，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对贵族身份的渴望和追求，以及贵族阶层的虚伪和腐败。鲁尔丹的行为代表了一种对自身地位的不自信和对贵族生活的向往。从逻辑上讲，莫里埃先是将鲁尔丹学习贵族礼仪和技能的过程展现出来，如他学习舞蹈、音乐、剑术等，然后通过鲁尔丹与其他贵族的交往，展现了贵族阶层的虚伪和腐败，以及资产阶级与贵族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后，鲁尔丹的失败似乎在告诉人们，贵族身份并不是幸福的象征，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内心的满足和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在现代社会，我们也可以运用贵人迷中的思想来批判各种形式的名利追求。比如，在一些行业中，有些人为了追求名利，不惜牺牲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我们可以用幽默的方式对这些行为进行讽刺，让人们意识到名利并不是人生的全部。阅读贵人迷能够让我们反思自己的追求和行为方式，它提醒我们要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名利，不要被虚荣心所左右。同时，这部作品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幸福不是建立在名利之上，而是来自于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和对生活的热爱。通过以上对莫里埃喜剧6种的介绍，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莫里埃喜剧的巨大魅力和深刻内涵。他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莫里埃的喜剧就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的种种问题和人性的弱点。它让我们在欢笑中反思，在幽默中成长。在当今社会，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惑，而莫里埃的喜剧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和思考方式。如果你也想在欢笑中探索人性的奥秘，如果你也想在幽默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那么不妨读一读莫里埃喜剧6种。相信我，这本书一定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激励大家：生活就像一场喜剧，我们都是其中的演员。让我们像莫里埃一样，用幽默和智慧去演绎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人生。希望大家在阅读莫里埃喜剧6种的过程中，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智慧。